好，我们现在上一次画了3朵花，我们接着在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，看一下画到哪里，就不要跟它平齐，不要跟左边的花对齐了啊，要比它们高一些。先圈一个圈子啊，大概的位置，先把大概的位置给圈出来。好，圈出来，圈出大概的位置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移到我们的这个画面，我们圈出来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画了，在这个地方画，配色还是上面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这一朵花，这朵花呢还是一个还是一朵这个包菜型的。那我们还是先调这个藤黄哈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先调一层藤黄啊，薄薄的调一层藤黄，在整个笔肚基本上调上来，然后笔是睡在盘子，贴着盘子去调，颜色才会均匀的晕到笔肚上去。然后再调这个鹅黄，鹅黄调了之后，调一点这个珠标哈，调一点珠标。曙红的话可以调一点点，也可以不用调哈，稍微加一丁点在笔尖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就画在这里，大概的位置先圈出来啊，先圈出大概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包起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。这个笔浆颜色不是有点不均匀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个层次啊。
好，这个上面再来。好，笔尖深红色不够深的话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啊。好，再补充一些小碎花瓣啊。然后还是一样，我们来这个花瓣把它包起来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些小的碎花瓣啊。好啊，这里是花心啊，这里花心的地方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然后包起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啊，笔尖补充一点曙红，然后里面还可以再补充多一点层次，让层次显得更多啊，更碎一点。好，这一笔的话就有一点不均匀。你看，虽然说小小的一笔，如果说你没有调均匀，它马上就这一笔马上就能体现出来。所以调色一定要，你看这一笔啊，这一笔笔尖上就是很深，笔肚上的颜色还没有完全给晕开，所以它这一笔的颜色是有一点点不够均匀。所以小小的一笔也看得出来它的不均匀哈，这样子包起来，这边我们就让它这个都很瘦哈，哎，还可以再来一点啊，再来一点，让它层次更多一点，让层次更多，让这里的花瓣跟这里的花瓣形成一个纵横的这种对比关系，纵横在画面中它也是一个对比关系哈。就是对比关系在画面中要无处不在。好，再补充藤黄、鹅黄、珠标，然后曙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画这一侧的，好，这一侧的我们把画大一点啊，把它画大一点。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这里重叠的，哎，重叠的这里，我们有的时候我让它重叠的只看到一半，所以我们多一点变化，它的花瓣会更好看一些。好，这里面再来加花瓣，这里可以让它层次更丰富一些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薄一点、小一点的花瓣啊，让它有大小。你看每一层的大小变化，我们不能把它画的像鱼鳞一样，大小都差不多，这样子它就没有变化，整个花型就不好看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啊，好，这里就2个散了啊，2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后边我们再来让它跳出来一点的啊。哎呀，笔上干到不行了啊，干到画不出来了。我们要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下底色。好，我们来再继续补了底色之后，继续来补充这个藤黄，
继续补充藤黄，然后补充鹅黄，藤黄、鹅黄，然后这个珠标、曙红来一丁点哈，一丁点这个曙红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啊。这个颜色，这一笔再画一下，这一笔都没有画上，没有颜色了，刚刚。好，画完一笔又要补充一点点啊。好，一笔小一点，我们再就来一笔宽一点的啊，大一点的。这些都是反瓣啊，反瓣怎么画，在基础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去讲解。好，大的小的旁边，里面再来穿插一个啊。好，在这里跳出来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一边啊，这个架子这边这个口可以不用再画，把这里再加一个，把它封起来。上面再加一个，把它封起来。下面的花瓣其实还是有一点够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里面再来一个层次。里面这一笔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，笔尖上这里有一条线。我们调色的时候要避免这一条线在笔尖上，有一条线说明你最后的这个颜色调得太急了，没有调开，所以它在笔尖上是一条线。你看这一笔就存在这个问题啊。如果说你整朵花都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整朵花画完之后，显得这个花它就显得有点点枯的这种感觉，干枯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色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还要继续再补充颜色啊。这里补这个卷起来这种花瓣啊，卷起来包起来，卷起来包起来这种花瓣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继续这里可以继续再来一些卷起来的花瓣。感觉这个笔上颜色又没有，底色又没有了，太干了，有点画不动了。太干了，我们就去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笔尖蘸一丁点这个曙红啊，不要蘸太多了，蘸一丁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让它有一点卷起来啊，卷起来的花瓣，卷起来，我们再来一些层次，这边都让它卷起来。好，这边我们都让它卷起来啊，把这边都画出这种卷起来状态，不让它展开。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经常画这种展开的，那么不让它展开，我们今天都让它卷起来。这里再卷起，再来一层卷起来的，中间再来一个层次，让它也卷起来。好，中间这个层次也是一样啊，这里有一点颜色不够均匀，我们稍微复一下笔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没有调均匀，一画就能体现出来了啊。好，这里都让它有一点卷起来，然后后面的话，我们再这个架子我们就搭这一些哈，架子就搭这一些，这个包菜的已经能体现出它的包起来的状况，包起来的状态。然后我们待会儿我们让它展开的花瓣，我们待会儿再来定哈，待会儿再来定展开的花瓣在哪里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步，我们来补充正瓣啊，补充所有的这个正瓣，补充所有的正瓣。现在我们画的全部是反瓣。什么是反瓣？就是我们的这个手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手是一个花瓣，花瓣它不是平的啊，它是有一点这样欧起来，那么反瓣就是背面啊，就是背面。你看我们这个是
正着背面、侧着背面，再侧一点，各种角度的背面滑板啊，再侧多一点，在各种角度啊，各种角度的背面的滑板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第2步，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缺口，就是补充里边的补充里边的正半。那在里边的花瓣，它因为它是比较再暗一点的这个面，所以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。那么颜色调得更深一点，它的花的层次才会体现得更明显一点，它这个深浅变化的对比关系才会更强烈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调色要调得更深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我们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因为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继续来补充。我们现在继续来调色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颜色要再调多一些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颜色调多一点，调饱满一些啊，特别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红色，我们调多一点，它就显得更深一些。我们多调一点珠标，多调一点珠标，然后调曙红的时候也多调一点点啊。曙红的时候，我们刚刚一直画反半的时候，就是调一丁点哈，一丁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调多一点点哈，然后也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加一点点胭脂，但是不要加太多了啊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半，从这个缺口里面啊，缺口像这些缺口里面啊，都补上这个正半，再补充一点点胭脂哈。好，补充正半的颜色一定要深哈，要明显的比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反半要深哈，在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。好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深色。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补充一点前面的颜色，前面的藤黄、鹅黄、珠标啊。因为这些颜色画多了它没有了，我们就再补充一点点。如果说一直补很久，一直是补曙红和胭脂，就颜色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。来，再来补充胭脂啊，胭脂也要调一下，不要直接画，要调一下，也要让它的颜色是均匀的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像这些缺口里面，只能小心翼翼的去画啊，因为没有办法大笔一挥，没有办法画出你的这个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把这些缺口里面先把它补上啊。再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丁点胭脂。好，这边已经补好了，我们再往上。这飞白的地方如果太多了，我们可以稍微的灭掉一些哈，灭掉一些飞白，不要让这个飞白太多了。补充了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继续来调这个藤黄、鹅黄。藤黄、鹅黄已经用的快没了。
藤黄、鹅黄、朱标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半。补充正半，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啊，侧锋行笔，这一笔可以大一点，因为刚刚我们补充的哪几个都很小，那这一笔就可以大一点点哈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还补充一点点朱标，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包过来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的花瓣，我们颜色不要那么深，但是也不要那么太浅了啊！刚刚这一笔太浅了。好，这个反瓣虽然小，但是我们补充这个正瓣可以把它补大一点啊，补大一点。然后这一个啊，这个花瓣里面也补上一点正瓣啊。好，补正瓣的时候补浅一点点的颜色，这一边上面的地方颜色不要那么深。好，我们该补的都已经补上了，该补的都补上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画这个展开的花瓣，看一下这个展开的花瓣，展开花瓣补充一点点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先展开一个，先画一点点反瓣出来啊。先画一点点反瓣，这里先画一个反瓣，后面画一个大的展开的花瓣。那我们展开的花瓣，我们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哈。我们多调，先加底色，笔上的水分一定要充足啊，笔上的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。好，后面的这个花瓣我们加一点赭石进来，加点赭石进来。好，整个笔按下去啊，按下去，这个花瓣画大一点。好，外边还不够大，再按下去一点啊，再按一下，再往外延伸。好，这个花瓣大的让它很大，然后这些缺口这里
稍微补充一点点，需要补充一点颜色的地方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，稍微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来一点点颜色来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啊，然后再看一下哪里还要去补充。好，这上面再来补充一个，下边这里感觉，我们待会儿再看啊。这边我们先不补，我们现在上面这一块颜色要浅，所以我们笔上太深了。如果笔上的颜色太深了，我们可以先洗一下啊，洗一下笔上的颜色。洗一下笔上的颜色，然后，重新调一下底色啊，重新调一下底色。好，这上面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这个颜色好像调的稍微有一点太浅了，黄色没有了。把这个鹅黄再挤一点点啊，少了一点点，稍微少了一点点啊，往上调一点点，还是要有一点黄色。好，加黄一点点啊，加黄一点点。好，后面这个花瓣啊，就大到很大的一个大花瓣。画完这些花瓣之后，我们要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整体。感觉这个后面还要再加一点，加一层啊。好，这里再加一层，调多一点颜色，调多一点颜色。鹅黄、朱标、曙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感觉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花瓣啊，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花瓣。好，我们这里还再来画一个，再来一个花瓣啊。笔尖上的这个颜色有点黑，这个花瓣要很关键，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补充好。或者说我们还是继续让它包起来的这种感觉，里面还这里意思是我们这个是先画了正半，然后再画的反半啊，我们还是让它包起来。
来把这里再整理一下，还是让它包起来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型哈，再看一下花型哪里还需要去调整的。好，底下这里再加一层啊，这个地方补充一点颜色。这每一层的花瓣加花瓣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，因为一旦加不好，整朵花就显得不好看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鹅黄珠标曙红胭脂，鹅黄珠标曙红胭脂，把这个上面这里再来加一点。再加一点点胭脂啊，笔尖来一点点深色。好，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花型哈，看一下花型，后面再来一丁点啊。好，来一丁点。好，基本上觉得这样可以了啊，基本上觉得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就把这里来一笔深一点的，否则它这里感觉有点衔接的不够好，来一点，调一点点赭石进来啊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黄色还是有一点，把这一笔，把这里稍微的深一点啊，还不够深啊，还不够深，再来。稍微的深一点啊，也没有办法跟它深的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朵花，感觉上面这里还可以再画一点，再画点虚的。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最后我们就是调整花型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整花型。刚开始我们就是大胆的画，后面我们就是细心的去调整花型。重新调了底色之后，还是调一点点这个黄色的藤黄鹅黄已经用的没有了，调一点珠标，调一丁点曙红，颜色少一点点去画啊。好，我们回笔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深了啊！一定要回笔的时候，一定要笔上的颜色一定要浅啊，一定要浅啊！像这些地方回笔一定要浅，不要太深了啊。好，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再加一笔呢？这也可以再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颜色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颜色了，笔盘子里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一朵咱们就这样了，咱们这一朵就这样了啊。每一朵我们的包菜型都会不一样。
好，把这个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把它画上，画上最深的这个颜色。待会儿我们这里是画花心的颜色。好，这个地方是画花心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来把它的花心加上啊。好，我们来点三绿啊，来点三绿画这个花心，来点三绿画花心。我们用这个三绿画一个花心啊。其实这一朵还是有一点点侧面啊。花心在哪里？看一下，花心一定要画在这个正中间啊。好，来画这个花心。花心分5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们先点5个点，平均分啊。然后我们的花心的特点是我们要跟着这个花的形状，还有花瓣的走向去画它。那这个花瓣有一点往里欧，我们这个花心也往里包一点点啊，花心也往里包。好，这一块花瓣有一些躲起来。好，你看这个花心是不是往中间包？它的头就朝着这个雌蕊，它的头就是跟着花的形状、花瓣的形状走。现在有点湿，因为刚画完底下的这个深色的，要干一点画的时候它会更好一点点啊。你看这个底下有点深，这个颜色有点晕。好，画完花心，我们扫一点点花丝。好，加一点点花丝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把密的地方再把它加密一点点啊，密的地方让它更密。这个花心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点白一点也行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花本身就是一个黄色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太白，也可以再来点一层。先画一层黄的，再来一层太白的，它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因为我这个里面正好有这个没有调开的太白，咱们就可以直接用啊。
好，看一下这里，再来加一点啊。来，我们先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。咱们先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。嫩叶我们用3绿藤黄，3绿藤黄，加一点朱标会更好一点啊，朱标胭脂。来，调这个藤黄、3绿，还有这个朱标胭脂，先来画这个嫩枝干啊，先画嫩枝干。我们先画这个花苞的。好，画一些花托。好，3绿藤黄，朱标胭脂。好，我们这朵花看一下这个枝干在哪里才好。花心在这里，这样子走。哎，这个枝干可能要在后面啊，挡住了看不到的地方。好，这些叶柄哈。
这里肯定是有很多叶子啦，很多叶子。这里也要一样的，有很多叶子。这里也要长一些叶子哈，长一些叶子出来。把这一块花里面就肯定有很多叶子，这里也要长一些叶子出来。大概安排一下啊，大概安排一下叶子的一个走向。这里画多一点嫩叶啊，再画点嫩叶，直接把这里的覆盖三绿藤黄调厚一点，调浓一点。三绿藤黄调一点朱标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让它有一个参差的关系啊。好，让这里很多叶子，很密，这一块肯定是很多很多叶子，很密很密。嫩叶我们先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要画一些老叶子，就画一些深色的叶子。深色叶子，我们这种黄色的花配什么样的叶子好看呢？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来调，花青加藤黄。好，我们加点水，加点水，把这个藤黄和这个花青把它调一下啊。藤黄和花青先调一下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是花青加藤黄啊，调成了，它一调就成了这种绿色。绿色我们还要加墨啊，再拿一个盘子来这倒墨水。好，加墨水。好，我们来加墨啊，加墨。好，再加一点啊，墨不够的话再慢慢往里加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。我们把它先调成墨绿色。来，我们来画叶子啊。来，我们笔肚里面有墨绿色，笔尖蘸这个浓墨啊，笔尖蘸浓墨来画叶子。好，这里缝隙里面我们要加一点啊，这水分有点大。我们待会儿再加这个缝隙里面啊，待会儿再加，先把这个外边的叶子先画一些。那这个墨色的叶子我们可以画大一点，因为这个挨着花这里不太好画，我们要小心一点啊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我们要画出它在里面的这种感觉啊，露出来一点点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嫩叶子在外边。那这一块我们就直接加上这个黑色，让这里觉得很多层次。
好，笔尖蘸墨，好，这里再来一组。这些叶子我们可以画大一点啊，感觉这一片是这个侧面的。好，再蘸一点墨绿，蘸这个浓墨。有的时候笔上你可以蘸一下水哈，蘸一下水是为了让它颜色可以更浅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后面画出它的叶子的一个层次。然后后面有这个叶子的这个层次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再来更淡一点的颜色，到边哈，这些直接到边，这下面一定是要很多叶子的，因为这里有好几朵花，它叶子一定是很密的。所以这里直接加密啊，加密让它有层次感。好，里面可以再来一层这种淡淡的这种感觉，里面还有层次，层次里面还有层次。然后这个边这里，这个边这里也直接加。好，这里先我们待会儿再去整理啊，待会儿再去整理。你看这一堆的密的地方，就让它很密，密的地方就让它很密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我们待会儿这边看要不要加叶子，要加我们再看情况。我们先把主要的叶子我们必须画的叶子先画上，就必须有的叶子我们先画上，然后我们后面我们再看情况来加啊，看着这个画面来加。来，我们调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用这个三绿藤黄调一点朱标，然后笔尖调一点胭脂，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，看一下这一朵花的这个枝干，这一朵花的这个枝干怎么出来哈？怎么出来？从花心正中间这里出来啊，花心。好，从这里出来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安排。这个叶子怎么安排特别重要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再来一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调点画嫩叶子的颜色。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水，用笔一定要稳。好，这一组叶子我们就让它跳出来了啊，这一组叶子就跳出来。
好，这里可以上面还可以加一小组，这一组待会儿怎么走，我们要最后才画。这里可以先画一些小花托，你可以画一些小叶子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嫩枝干先规划一下啊，先加上，然后我们再往上加叶子。先我们安排一下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出来的，我们先要知道这个叶子的出处在哪里。我们的叶子不是我们画花，不是说把所有的叶子啊都直接往上怼啊，一定要有出处。好，我们调这个墨绿色。现在调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调浓墨来画这一组叶子。那这组叶子它是直接偏过来了，我们直接让它把它遮挡一部分，这个两边的这两片也要有大有小，把这个嫩枝干遮挡一部分。好，它的叶子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。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，好，这一组叶子让它有这种翻展过来的感觉。好，再蘸墨绿，蘸浓墨。我们先把这一组叶子挑出来，这一组叶子，好，这一组叶子我们就让它挑出来了啊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有的时候我们笔尖可以蘸一点点墨。好，这上面还有一片，一边一片，一边一片，我们不要两边都这样子展开。啊，这个尖不太好看，不要那么尖哈。这个挨得紧一点，这个让它展开，两片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再蘸墨绿色，蘸这个浓墨，来一边还有一组，中间这一片啊，中间这一片是大的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那些叶子，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嫩叶，画一些不一样的颜色的叶子，让它穿插。三绿少了一点点，我们再加一点点三绿。来，我们调三绿藤黄、珠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这个嫩叶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叶柄刚好可以把这个叶柄稍微补一下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嫩叶啊，从后面也可以再出现一支。好，里面可以穿插一些啊，穿插一些嫩叶的颜色。
好，然后我们上面这里这一组，上面这一组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嫩叶子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一组叶子不想让它两边伸出去，所以我们把它反展过来啊，反展过来的这种感觉。让它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整体啊，要看一下整体。这组叶子稍微还是跳的不太出，始终还是在这一堆里面。始终还是在这一堆，没有跳得太出。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画面，再怎么去调整一下。整个这个形状我们要再调整一下，再蘸点墨绿，蘸点浓墨。好，这个叶子再来一组。因为整个这里有一点三角形，所以我们这里再来一组叶子。然后这个上面我们再来一组啊，上面这一块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画面啊。两组，一组，两组。看这边还要不要再加一些叶子什么的？这里还可以再加一组叶子出来，从这里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就来一组这个嫩叶吧。嫩叶还是调这个三绿啊，三绿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嫩叶出来。那这里来了嫩叶，肯定它还下面也还有叶子，还有这个嫩叶。好，我们中间加上骨干，好，把笔洗一下，笔都要有一点水分的情况下去蘸这个浓墨，看一下调老枝干的颜色。把笔洗一下，把笔去洗一下，看一下洗一下这个颜色。笔啊，
笔里面有一点水分，不要太多了。洗干净之后，直接去蘸一点这个浓墨啊，直接蘸这个浓墨。啊，这里只能看到一点点啊。看一下哪里还能加，能不能加一个老枝干啊？加不了，我们就不要强求啊。加不了不要强求，这里可以出一个分支出来。这个枝干这里可以出一些分支过来，但是老枝干也不能这个随意的去加啊。啊，这个可以伸出来啊，穿插。这个枝干是从这里出来的，所以加一点这个线条进来。啊，让这一条感觉从这后面伸过来的，然后这边就直接从这里穿插，让它有一点点，有两条，有一点变化，多一点黑线出来，免得它就是感觉这里衔接的有一点点，衔接的有一点点这个单薄。好，看一下整个画面，我们要再仔细的看一下整个画面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后面这里加一点黑色。因为这里基本上也看不见这个枝干，但是我们就是把它颜色加黑，颜色加深，然后里面的这个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也都填上颜色，就不要有这个飞白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可以是后面的这个，可以让它感觉是后面的这些暗的地方，但是不要有空白的地方。这里如果有空白，感觉就有点奇怪，有点撑不起来。啊，这里直接把它画很密啊，这一块直接让它很密。再看一下这个画面。觉得这样行吗？这样行不行呢？好，我们加上一点点嫩芽，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，还有这些地方加上一点小嫩芽。好，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勾叶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勾叶筋可不要忘记了。来勾叶筋呢。
好，这个老叶子我们都用墨勾的，来，我们嫩叶用这个胭脂来勾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要不要加一点东西？总感觉想加一点什么进来。好，加一点点这个枝干过来啊，然后直接在上面加一点小嫩芽，直接加点小嫩芽。好，加点淡叶啊，好，下面这里还可以让它更密、更多。好，加一些这种淡淡的这个叶子的层次进来。好，让它跳一点东西出来，整个画面会更协调一些。那今天这幅作品基本上到这儿就结束了啊，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那我们整体的来看一下前图。好，前图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了，大家可以一起画。